欢迎来到新闻和活动频道，请订阅和分享已更新有关当今最着名明星的最新信息。张凌赫类别慕容轻易，难道不是一句像一簇火种就能看哭多少意难平的人？8月10日晚上，张凌赫在微博发了一组告别慕容轻易的照片，配的那几行字真的很要命。他写的是一个被反复抛弃的人，却从未抛下过自己，坚守良善和正义，像一簇火种，照亮晦暗，摇而不灭。我刷到的时候，第一反应是苏州的夜风也没那么温柔了，屏幕像把眼眶直接点开。这部剧叫《这一秒过火》，收官当天剧情走到最狠的那一段，全员 BE，3对 CP 全灭，只有女主独活。慕容轻易最终与反派同归于尽，葬身火海。火光一落，观众的情绪也跟着被点燃，然后熄掉。有人直接说这几年最久违的泪奔又来了，上一部还停在宇文玥的不知所终。我想聊的不是单纯的虐，而是为什么这份火种能让人破防到停不下来。连爱客的人都忍不住在评论区把自己交出去。慕容轻易的底色有一句话概括：他经历的不是一次倒霉，而是反复被世界丢下。剧里他是军阀幼子，因被报错而受尽养父虐待。少年出逃后被任素素所救，却又因此累及其家族遭灭顶之灾。就算后来回到亲生家庭，也没有等到期待的疼爱。这不是命不好的简单写法，而是把人最难受的那种裂缝写得很细。你以为有人会接住你，但每次都没有。所以他表面温润如玉，骨子里是破碎和执念。这种角色特别容易让人共情，因为他没有把痛苦变成报复。他的执念不是为了赢，而是为了不丢。不丢那点良善，不丢那点对正义的坚持。也正因为他从未真的被善待过，所以他对被爱这件事反而更笨拙，更认真。你会发现他对人的照顾不是讨好，而像是本能。像苏州人走路慢半拍也会扶一下老人的那种细小温柔。但全员 BE 还是来了，而且狠到无话可说。他的选择是把自己当成火，用极端的代价把局面从失控里拽回来。你知道他不可能赢，所以你更看重他有没有留下一点意义。这也是很多人说像一簇火种的原因。火不会一直烧在你眼前，但它在黑暗里确实点过路。让话题彻底升温的，还有张凌赫在大结局前后用行动做出来的情绪闭环。他在微博写过一句逃跑吧，我们一起。这句不是花哨台词，而是慕容轻易对脱离乱世的朴素愿望。人一旦生活在枪声和烽烟里，最奢侈的渴望就会变成逃跑。不是为了背叛，是为了活下去。而且他希望的是一起。这2个字特别戳，说明他并不想当英雄，他只是想有人能同行。到了8月10日告别当天，张凌赫又把这种愿望用文字补完。他叮嘱角色往后的日子，希望你无拘无束，人生而独行，但你依旧可以自由去爱，坦然被爱，认真细致地感受爱。这里的关键不是温柔，而是他把角色最缺的东西逐条点出来。被爱、自由、感受，这些都比活得精彩更具体。因为慕容轻易缺的就是这些具体。他说今天阳光很好，风景很好，没有枪声，没有烽烟。忙完工作就去庙会小摊，尝一尝刚出炉的蝴蝶酥。这段看起来像随口一说，其实非常电影感。因为他把民国街巷的烟火气摆到眼前，让你瞬间知道观众在哭什么。是哭那些本该普通的像日常的时刻。蝴蝶酥刚出炉的热气和没有炮火的安静，都是活着的证据。说到这里，我不得不提一个网络讨论里反复出现的点。明明是全员 BE， 为什么观众还愿意被他牵着走？一个很现实的答案是，
剧方还同步放了 IF 线番外，给了观众一个平行时空的圆满幻想。张凌赫还晒过民国风全家福，他穿挺刮大衣，王楚然一袭旗袍，中间的小男孩笑得眼睛弯成月牙。被家族除名的慕容清逸终于自己补上了那张合影，这就是最精准的情绪补偿。他不是把原结局抹掉，而是把观众最想要的画面放在另一条时间线上。我见过不少剧的番外是为了继续圈钱，但这个番外更像给角色留了个人间通行证。你可以不改变结局，但你可以补回他缺席的拥抱。所以讨论度会直接上去，因为人不是只为剧情活着，也为我希望他是怎样的人活着。还有个数据层面的佐证，能解释这股情绪为什么扩散的这么快。按最新数据，2026暑期最热男性角色投票中，张凌赫饰演的慕容清亦以12.6万热度值断层领先，角色相关短视频播放量超过2亿。热搜不是凭空长出来的，这些数字背后往往是大量二创、剪辑、同情共振以及反复截图的台词传播。特别是那句像一簇火种，照亮晦暗，摇而不灭，这种金句的传播速度通常很快，因为它兼具画面感和自我代入感。你看，粉丝写的不是他很帅，是他被抛弃但没抛下自己。这种叙事直接对准人心最敏感的部分。每个人或多或少都遇到过被忽略、被误解、被辜负，只是你没把它写成剧情。慕容清逸把它写得太直白，所以你只能跟着哭。我也想把讨论拉回到更硬核的一点，为什么这类反复被丢下却仍选择良善的角色，比单纯的爽文更容易引发集体情绪？因为他把道德选择摆在最艰难的位置，他不被世界善待，却没有变成恶。这不是童话，是一种代价极高的坚持。当他葬身火海，观众并不只是在哀悼死亡，而是在确认一个东西：善良不是没有用的软弱，它在某些瞬间会像火种一样照出路，哪怕你看不到终点，也能让你在黑里不彻底失去方向。当然，也有人在评论区吐槽，为什么一定要用同归于尽来完成救赎？为什么不能给角色一个更体面的结局？但这恰好能解释为什么 IF 线番外会那么关键。原结局不给答案，番外给你一个你看它也可以被好好爱的证据。这不是强行发糖，而是让观众把情绪从崩塌里拉回到呼吸。你哭归哭，还能在某个小角落里相信人是可以被温柔接住的。以我个人的苏州生活经验来说，这种接住并不玄学。在苏州，很多人情绪表达会更克制，但不会没有力量。你见过邻居递过来的热汤，见过街角店家多加一份糖桂花的细心。这些看似小事，实际上都是火种的日常版本。你不一定能改变全世界，可你能把今天那口热的递到别人手里。慕容清逸在剧里做的就是这件事，只是放大到乱世，所以大家会觉得刺痛又真实。还有一个值得继续聊的话题是，演员为角色发声到底意味着什么？张凌赫这次的表达很不一样，他不是只在结尾发一句感谢大家支持，而是把角色的精神核心翻译成了更日常的愿望：自由的去爱，坦然被爱，认真细致的感受爱。这种表达很适合社交平台传播，因为它提供的是情绪使用说明。你看到他就知道自己该怎么把那份难过装进口袋，然后继续往前走。这就是我觉得最动人的地方。在全员 BE 这种强冲击里，仍然留出一条通往温柔的通道。你可以承认剧很虐，也可以不把自己变成更冷的人，因为它至少让你明白，被抛弃不是把你定义成灰烬的理由。火种存在过，就会在心里留下热。